浪在风生雪接在斷腸線，唯一曲真情意。我叫李峰，家里3代开纸扎铺，是我们这行饭，规矩比命大。我爹临死前便给我立过3条规矩：一，纸扎用料绝无误，破则谢礼；制作需一气呵成，否则一朝无主孤魂。2，不扎神魔鬼怪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3，也是最凶险的一条，纸人绝不点睛，点了睛便是开了眼通了人，你永远不知道会引来什么东西住进去。李先生舟车劳顿，我们刘家村10年一度的阴山鬼戏能不能唱得好，全指着您扎的这些纸人了。哎呀，都是分内之事。哎，大哥，您看这李先生的手艺可是越发精湛了啊！这些小人做的跟活了一样。哎，可是这些纸人怎么都没有点眼睛啊？你懂什么？李先生啊，您先进里边休息啊。哎，那逆子这2日还在胡言乱语，说自己见到了死去的王语嫣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等咱们这银戏一唱完呀，就算是有孤魂野鬼在作祟，咱们老祖宗也会把他们全都带走的。王家那边没再闹了吧？王语嫣他爹也是明白人啊，他再这么闹下去，以后在咱们刘家村还怎么立足？倒不如他拿点抚恤金，安稳的过他下半辈子去。盯紧点儿。这些屋檐上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小的，死人了！刘子峰自杀了！哎呀，这什么味儿？真惨呐！啊！哎呀！刘子峰，怎么死了？哎呀，快叫村长过来！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个，这刺鼻的气息，果然是从这具尸体上发出来的。但这人的面容，未有一丝挣扎痉挛之态，像是笑着走向死亡的。子枫，怎么了？子枫，你怎么就走了呀，子枫？你留下爹一个人怎么活呀，子枫？刘村长，节哀。那是令郎的死状，我看另有蹊跷。李先生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在极致痛苦中死去，只会面容扭曲。但你看令郎的嘴角，是上翘的。是啊，大哥，是笑着死的。他真的是李逵索命啊！这，先生，依先生所见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报官！不行，不能报官。家丑不可外扬。就当给我儿一点体面吧。
乡亲们都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。劳烦几位帮我把子枫带回祠堂，让他清清静静的走。哦，好。不好，这纸人竟然被点了眼睛。赤为皮，朱为骨，诛杀连延省英，我以律奏宗不木，归纸扎，莫出户。散。风。李先生，救救我！求求我不想死啊！求求你了！您先把话说清楚，此人死得这么蹊跷，村长为何不报官？是他回来了，是王宇也回来索命了。王宇是谁？是个鬼魂。胡说八道！光天化日，哪来的鬼祟？我没胡说啊！王宇也是咱们村新知王富贵的女儿。可是就前不久，他突然就病死了，被毒死的是村长的独子刘子峰。他打小就跟着王富贵学戏，和王语嫣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。可去年为了筹备7月15的鬼戏，王语嫣没日没夜的排练。风寒，咳出血了，还硬撑着不肯休息。说这是唱给祖宗看的戏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，更不能误了时辰。可没撑到开戏那天，王语嫣就在排练时断了气。大夫说是疲劳成疾，他倒下前嘴里一直念叨着祖宗们不满意。怪事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发生的。自从刘子峰从省城回来之后，他就经常一个人到这戏台上，对着下面的纸人咿咿呀呀的学唱戏，唱的就是王语嫣设计的那出鬼戏啊！说起那刘子峰啊，那嗓子叫一个好啊！就他唱的那个黄梅戏，我到现在还会轻哼两句。两两黄鹂相交映，相交映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子峰哥，我来陪你唱完那出《红梅记》。雨嫣，这手怎么这么凉啊？走，我们不唱了，回去歇歇。不用了，子峰哥，鬼戏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多加排练才是，可不能让祖宗们和乡亲们丢了脸面。
你看，台下祖宗都看着呢。来，我们一起唱。哎，雨嫣，这1个月不见，你这唱腔又厉害了。子枫哥，你要多加用功才是。若到鬼戏那日你拖了后腿，祖宗们可是会不高兴的。哎，雨嫣，奇怪，我怎么感觉这纸人是不是多了一些？好了，子枫哥，天就要亮了，你也快先回去休息吧。我也要回去了，明日我再来找你唱戏。哎，等等，雨嫣，这更深露重的，我送你。不必，这些时日我独来独往，习惯了，无人相伴，反倒清静。雨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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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走这么快啊？也罢，来日方长，这么晚了，村里要是看到雨嫣，对她名声也不好。子枫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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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雨嫣，哎，雨嫣，你在门口干什么呀？哎，快进来！雨嫣，雨嫣，你怎么来了？子枫哥，我来找你唱戏了。傻瓜，你若是想我，等着我找你便是。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出来，多危险！子枫哥，你真的愿意来找我吗？雨嫣呐，知道吗？现在我又红了一截，唱得特别好。那个枪步法练的我当，枫哥，这纸人你是从哪儿弄的呀？咋可那么瘆人？这是雨嫣扎的啊！他说唱鬼戏那天啊，要热热，得多扎点纸人。枫哥，我雨嫣姑娘她已经死了呀！你胡说什么呢？雨嫣她活得好好的，她昨天晚上还跟我一块唱戏呢。枫哥，我雨嫣姑娘她患了场风寒，在你回村前就没了，村里人都知道。你放他娘的屁！我知道了，你还有我爹，都见不得我跟雨嫣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就编这种瞎话来骗我，是不是？枫哥，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！你不信我村里人，他们都知道，我雨嫣姑娘坟头都长草了。你要是再敢咒她，你信不信我抽你？枫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就当我放屁，我胡说八道成了吧？李先生，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。我当时以为刘子峰他就是伤心过度魔怔了，可接着见他这般死状，我才明白那是王语嫣真的来索命了。雨嫣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？子枫哥，我又来找你唱戏了。行，
我先把蜡烛点上。别，我害怕。怎么了？火。傻瓜，这火有什么好怕的？雨嫣，你这手怎么这么冰啊？还有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啊？子枫哥，我的身子骨怕是不行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能陪你唱戏了。你胡说！我去省城找最好的大夫，肯定能治好你啊！哎，雨嫣身上怎么这么轻啊？没用的，子枫哥，不用为我费心了。明日彩排，你我再唱最后一场戏，可好？唱完那出《红梅记》，我便了无遗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既然他们非说雨嫣死了，那明日我便要让全村人亲眼看着我和雨嫣登台，我看谁还敢胡说八道。哎，他在干什么？碰着个纸人在抄戏呀，真是个奇葩。风何从？去，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拉下来。哎，走，走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要跟雨嫣唱戏，我要跟雨嫣唱戏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爹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说雨嫣死了，她现在还在跟我一块儿同台共戏呢。爹，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疯子，真是睁眼瞎的疯子啊！这是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你怀里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们，一定是你们把雨嫣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把雨嫣藏哪儿了？你们把雨嫣藏哪儿了？哎呀，想起来，真是，都散了吧，让他清静一下。哎，好，清静后，也就明白了。雨嫣，他们不让咱们俩在一起没关系，我现在下去陪你，我现在下去陪你啊！村民们为何笃定刘子峰行为疯癫是因为王语嫣索命导致的？这还能为什么？我那不争气的逆子生前逢人便说他能看见王语嫣，说的多了，假的也就成真的了。村长啊，二来子，子峰的事儿先别告诉王师傅，毕竟他们师徒一场。语嫣走后啊，他便大病了一场，如今子峰也，我怕他遭受不住打击啊。知道了，村长。先下去吧。刘村长，节哀。李先生，阴山鬼戏迫在眉睫，我儿的丧事只能尽早操办。现在除了鬼戏需要的纸人，还需劳烦先生多扎些纸人，多备些元宝、纸钱。村长，令郎乃自焚而亡，愿力之气极深，若随意葬入祖坟，轻则家宅不宁，重则族运衰败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祖坟关乎一族气运，令郎怨气未平，一旦强行安葬，那恐惊扰先祖安宁。
更会祸延子孙，只能另寻他处吧。若是我想请先生施展手段，破了这规矩，送我儿入土安息，此事可还有转圜的余地？万万不可！规矩不是儿戏，我李家3代传承，靠的便是按规矩行事。如若破了规矩，万不可行逆天之事。不好了，村长，子枫的尸体出问题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天地玄宗，智魂无踪，点眼之慧，一阵而空，神归冥府，不得妄动。退！李先生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魂魄难安，死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！你发慈悲，想想办法，只要能让我儿子入祖坟安葬，便是倾家荡产，我刘青山绝无二话啊！村长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，这是我们保命的底线。如若破了规矩，灾祸临头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李先生，规矩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呀！你就当为了可怜一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吧！村长，好，那这件事情我就应下了。村长，你先起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在此之前，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从我的安排。多谢李先生，我肯定全程配合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令郎跟王语嫣姑娘到底有何纠葛？我儿子与王语嫣情投意合，若不是10年一度的阴山鬼戏，会生生断了语嫣丫头的性命。当初我说什么也不会让那丫头踏上这戏台呀！福贵啊，福贵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村长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语嫣在家吗？在，他在屋里啊缝戏服呢，我这就叫他过来见你。不用叫了，我进屋见见他。哎，村长请。村长，丫头啊，这就生分了，你早晚都是要嫁进我们刘家门的，叫刘叔就好了。哎，刘叔，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村里10年一度的阴山鬼戏。祭祀先祖是村里的头等大事，容不得半点马虎啊！村长放心，村里世代养活我们妇女，这鬼戏呀，我王富贵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它演好。这村里的意思呢，今年是想让语嫣来唱。不过啊，你年纪大了，嗓子也不比当年了，这台柱子的位置啊，也该让年轻人顶上了。是，只是村长，这丫头从来没演过戏，我怕她上去啊压不住台呀，要是误了村里祭祀先祖的大事儿，那我们担当不起呀。语嫣呐，你自己说，这台戏你扛得起来吗？刘叔，我能行，我能唱。好，不错，坚持住。那天鬼戏呀，这些纸人就代表着全村的老祖宗，若是戏唱完了，这些纸人还烧不干净，
就代表着这些老祖宗不满意，咱可不敢马虎啊。语嫣呐，听书句劝，身子骨要紧。这戏虽重要，但也不能拿命去拼呐。快回家，好生歇着啊。刘叔，我能行。你。雨嫣，哎呀！村长，依你所言，王语嫣是因为积劳成疾，唱戏而亡，其怨念执着于那未唱完的阴山鬼戏，这尚在情理之中。但是他为何独独缠上令郎，甚至索其性命呢？或许是语嫣在临死之前没能见上子枫一面，心有不甘吧。二叔，爸，语嫣现在变得这么重，我求求你们让我去见见她吧。糊涂！你是我刘家的独苗，将来是要光耀门楣的，岂能娶一个病入膏肓的丫头？我刘家的脸面，你今后的前程都不要了。是啊，子枫，啊，你看二叔当年给你介绍那个亲家姑娘条件多好，他爹是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那姑娘要嫁给咱们家，说不定我和你爹早就都到县城里工作去了。二叔，爹，你就成全我俩吧。就算语嫣她真的不好了，我也想她的牌位，进我们刘家祠堂。什么？你这是鬼迷心窍了？你这是啊？你就算天天在那个王家门口守着，你觉得那姑娘好得了吗？哼，这样吧，只要你愿意回省城完成学业，也答应你替你找郎中照看语嫣，待你学成归来，爹带你去王家提亲。谢谢爹。爹，劳烦你把这个纸人转交给语嫣吧。我不在她身边，就让这个纸人陪她唱戏吧。或许是忧思成疾，语嫣这丫头拒绝开始吃药，病也越来越重。放弃一个峰哥，嫣儿好想你。就这样，语嫣在子枫去省城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。如此便说得通了。在王姑娘看来，令郎在其弥留之际，非但未曾出现，反而远走他乡。在他心中，这与始乱终弃的负心汉有何区别？这样的怨气，如何能平啊？都怪我，若是当初我让子枫去见语嫣最后一面，子枫他或许就不会。现在说这些已经为时已晚，欲化此劫，平息二人怨气，只有合葬，让他们在阴间了却心愿，阳间
才方得安宁。那雨烟，岂不是也要将坟迁进我家祖坟？横死之人，怨气不散。若你想将令郎的尸骨埋入刘家祖坟，只有合葬方能化解二人的怨气，不患阻脉风水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李代陶江之法，就是用纸人作为替身，代替他合葬。如此，在阴司看来，他们的心愿已了，尘缘得续。这个办法好。那先生，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？需要备齐二人的生辰八字，以及各自的头发一缕。一攒以发丝为引，定其魂魄；以八字为凭，定其名姓。我这就去准备。只做人形，笔引神识。李代陶江，今日归阴。一点灵光透天门，三魂七魄附此身。清香三柱，上达天庭，下彻地府。今日替身在此立名，骨血为凭，精气为引，受此灵媒，速速显应。村长，替身纸人的仪式已经完成，但是万万切记，这两具纸人已经通灵，非寻常纸扎，千万不要点睛或者是损害他们的身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先生放心，这两具替身还乎我儿安息，我定会亲自看管，绝不会让闲杂人等靠近半步。你来干什么？村长啊，我听村里的人说子枫的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子枫这孩子叫过我师傅，我就给他带点纸钱，尽份心。你这份心，子枫怕是受不起啊。王富贵为何如此惧怕刘青山？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？村长啊，子枫是你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徒弟，我过来就是想看看这孩子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若是老老实实的烧完纸就走，倒也罢；若是还存了别的心思，你应该清楚，在刘家村敢跟我动歪心思，会是什么下场？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谅你也不敢。王师傅，当不起，当不起呀！李先生，你这话折煞我了。我就是看看徒弟，看看徒弟啊。行。你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村长，这纸人，这纸人，少废话，烧完纸赶紧走。是。刘青山对王富贵的防备，绝不仅仅是担心他扰了法事，这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？村长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把你那点儿见不得光的心思给我烂在肚子里，要是再敢动歪念头，
我让你在刘家村待不下去。是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要是再敢动歪念头，我让你在刘家村待不下去。是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滚！村长，令郎横死，怨气缠身，魂魄不安。我看，还是早日入土为安，方能得到一丝安宁。李先生，何时入土为宜？今夜守灵，明日寅时出殡，卯时落葬，让令郎早日入土为安吧。节哀。有劳先生。纸人开落，阴棺锁魂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你看这个心神紧张啊！这不是被我烧掉的那个纸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李先生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满头大汗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你看这个，怎么会？李先生，这东西不是已经被你烧了吗？这纸人不对劲。若不是有人暗中使坏，想用这点睛纸人来陷害我，那就只能说明有鬼。李先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儿今日还能安然下葬吗？葬，必须今日下葬，而且要比原定时辰更早。现在纸人通灵已破禁忌，怨气横生，如果再拖下去，恐怕恐生尸变，到时候整个刘家村都要大难临头了。这灵官敕令，遮蔽阴阳，肉眼凡胎，莫避虚妄。风而言，断而念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休再扰我阳间路。村长，这纸人跟棺材入土之前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若有闪失，你我将万劫不复。先生放心，我绝不会让纸人再生事端。天色渐明，抓紧去召集人手，准备起灵，即刻发葬。这新娘纸人是李先生扎的，我咋感觉那么不对劲儿啊？哎，二赖子，你干嘛呢？这沾阴气的纸娘子可不敢沾活人阳气。
响铃三声通明路，纸钱铺就望乡台。亡魂就此莫回望，早登极乐脱苦海。村长，吉时已到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要不然，您再看最后一眼。算了吧，村长，这一别，可就是阴阳永隔。您想好了？吉时已到，封官启灵。刘家村村民刘子峰，于民国11年11月12时终岁，魂归地府，失葬祖坟。起棺！这是哎呀！李先生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儿尸身不是已经下葬了吗？是啊，今早我亲自下葬，我当时还劝您再去看一眼，怎么会？我当时哪忍心去看呢？这棺材钉都是您亲自钉的，8个人抬上山也是您亲眼看见的，难不成这尸体还长了腿，自己跑回来不成？我钉棺材的时候，棺内确实有重我，那口棺材绝非空棺下土。那你如何解释这个？那如果躺在这儿的是令郎的尸体，那今天早上下入祖坟的那口棺材，那又是谁？程占呐，立刻带人去祖坟开棺验尸。好。怎么回事，二赖子？是啊，奇了怪了，昨天晚上我还见他呀。昨天晚上？对呀。你在哪儿看到他？就在咱们祖坟那边，当时天色也已晚了，他一个人在那儿瞎溜达，鬼鬼祟祟的。当时我就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不是他早就疯了？二赖子是子枫下葬之后，我回去收拾东西遇到的。语言我错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知道我都是被逼的，我给你多少的纸，只求求你不要再找我了。二赖子，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？是语言说的字里面好了，我给他烧纸。语言不要来找我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送我的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，求求你了。是活活闷死的，但他跟令郎一样，死得很安详，甚至
窒息的时候都没有挣扎过。大哥，是他，他果然回来复仇了。谁回来复仇了？王语嫣，一定是王语嫣。子枫死了，二赖子也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。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大哥，你冷静点啊，大哥！这不是有李先生在这吗？大哥，求李先生救我，我不想像他们那样的死啊！怨灵索命，也讲因果。虽然王语嫣怨气冲天，但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负心之人。大哥，先起来。二赖子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为何会横死？除非二赖子在王语嫣生前的时候欺辱过他。啊！先生，您说子枫和二赖子临死之前真的都见过语嫣？怨气深重，残魂定会凝而不散。我猜他们应该是见过。先生，若是我想见见他，你可有办法？有倒是有，不过他怨气冲天，若强行招引的话，恐怕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村长，事到如今，已经搭上去2条人命了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没有说？没有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或许是二赖子胆子太小，自己吓唬自己，才出事的。崇山啊，天色已晚，莫要再打扰李先生休息。送客。好，李先生，这边请。村长，村中连夜不太平，邪祟一侵。我这儿有一个香囊，里面有特制的安神香料，贴身佩戴。此香囊可静气凝神，抵御外邪。多谢先生。刘青山，若你心中无苦，此物自会助你安眠；若你心中有苦，我等着你来找。刘叔，你醒了。语嫣，你不是已经？是啊，我已经死了，如你所愿的淹死了。语嫣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刘叔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已经怀了子枫哥的骨肉了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的孙子，是你让我们母子成了这河里不见天日的孤魂野鬼呀！语嫣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也是为了什么呀，爹？儿子身上被烧得好痛啊，爹！你要是当初成全了我们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语嫣怎么会死？我们的孩子又怎么会没了？爹，你把孩儿害得好惨啊！爹，是爹的错，是爹对不起你们。爹，你既然知道错了，这样，你替我承受我的痛苦好不好？你也尝尝被活活烧死的滋味，子枫好不好呀？子枫，你不能那么做，我可是你爹，爹都是为了你好才那么做的。别杀我呀！竟然是个梦。
子枫，是爹做错了，对不起雨嫣的丫头，我对不起你。可是他走后，爹自问待王家不保，连阴山鬼戏，我怕他爹触景生情，都特意重金请了外地的戏班子来唱，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可他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呀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先生，打扰了，我是想过来问问，您那次说的那个过阴，真能让我见到王语嫣吗？果然，王语嫣的死，村长绝对脱不了干系，否则他也不会如此急切，即便亲身涉险，也要过阴。过阴之法可以引渡亡魂。村长，您当真想好了要见王语嫣吗？村长，一会儿我将行过阴之法，将王语嫣的残魂请上来问话，如果有什么冤恨，就此化解吧。是，我一定好生跟他说。切记，如果在过程中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，就将糯米撒在纸人身上，可强行中断，将残魂送走。记住了，先生，我都记住了。水火交炼，直通阴阳。今有信事，欲问前尘。王氏语嫣，听吾号令。残魂识破，暂付此行。上来依序，莫失莫惊。先生，这办法，这真的能行吗？刘叔，你是谁？你不是日夜盼着要见我吗？如今我来了，你怎么又怕了？语嫣，是你吗？河底好黑，好冷啊！刘叔，你为何要害我？为何要让我死得不明不白？语嫣，子枫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为何还不肯罢休啊？我要一个真相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我没有想害你，更没有想让你死啊！我只是想让子枫跟你断了往来，去省城奔个好前程的我。你为了他的前程，要了我的命，刘青山，我恨呐！我恨你们所有人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！村长，你到底对王语嫣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怨气这么重，重到想要取你的性命？语嫣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水淹死的。淹死的？可村里人都说她唱戏积劳成疾，是累死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对外的说辞，也是为了给刘王两家留最后一丝颜面，保住那点可怜的名声。名声？没错，我绝不能让村里人知道，我刘青山的儿子爱上的竟是一个不守妇道、水性杨花的娼妇。子枫啊，去了省城，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啊。
爹，我和雨嫣早已私定终身，我求你，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，待我好生照拂王家。等孩儿学成归来，必堂堂正正，青梅下聘，迎娶雨嫣过门。大哥，出事了！大哥，怎么了？阴山鬼戏马上开始，你作为主事之一，稳重点儿，别给我出纰漏。不是戏台的事儿，是有关子枫的事儿。子枫啊，他在省城出事了。子枫他没事儿，是那个王语嫣，他呀，到底怎么了？村里面都在传，说那个王语嫣在外边偷人了。胡说八道！雨嫣的为人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准村里人再乱传闲话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崇山啊，深更半夜的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什么发疯？大哥，出事了！王语嫣偷汉子被人逮着了，现在就在池塘边困着呢。什么啊？不可能！你看清楚了？没错，语嫣的不是那样的人。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护着他啊？咱们刘家人是体面人，但是王语嫣呢，伤风败俗，怎么进咱们家的门啊？先去看看，事情没定性之前，别乱下结论。走。走，大哥。还有这样的人呢？别动！真不要脸！没见过这么不要脸，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天天在村子里逛来逛去，准没好事。就是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呢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我儿子吗？你是啊，刘叔，对不起，求你不要告诉子枫哥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会改的，我一定会改的，刘叔。刘家世代清誉，岂能容得下你这种不检点的货色？往后离我儿子远点儿，否则我不客气。哼，大伙都散了吧，把二赖子带走。刘叔，哎，这，走。刘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刘叔，我求你了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你别让我离开子枫哥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真的很爱子枫哥，我求你了，放开！我求你了，刘叔，放开！啊，这，哎呀，有人落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救人呐！救人呐！都怪我，若不是我当时不小心把他踢进了池塘里，他也不会被淹死。看来王语嫣把自己死的原因都怪罪在了你的身上。语嫣死后，我内心日夜煎熬，所以对王富贵照顾有加，甚至还把王语嫣未尽的孝道都尽了。这难道还不足以抵消我当时的无心之失吗？哎，煞气已成，他不讲道理，只认因果。村长，我劝你一句，离开刘家村，还有一线生机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离开刘家村，留在刘家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大哥，李先生，池塘那边又出怪事了啊！池塘里不光是鱼都翻了白肚皮，而且子枫和王语嫣的尸体都从水面上浮上来了。怎么办，李先生？我该怎么办呀？村长，你今晚先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晚上，池塘那边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拜托李先生了，辛苦李先生，麻烦您了。哎呀，怎么会又死人了？这地方真邪门啊！李先生来了，大家快让一让，快让一让啊！这是谁？这是谁啊？还有2具尸体。
死了这么久，王语嫣的尸体竟然没有腐败，这绝非寻常。哎呀，我这，劳烦哪位帮我捞一下池中的死鱼上来。啊，好的，先生。鱼眼突出，浑浊，鱼鳃呈暗紫色，鱼鳞松动，腹部膨胀。各位乡亲，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人在池塘边晃悠？哎，我没看见，没人来过啊，没有。若不是人为，那鱼到底是怎么中毒的？谁在那儿装神弄鬼呢？刘叔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语言，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求求你饶了我，我给你上金山银山，我给你修坟立碑，你就放过我吧！啊！放了你？当初我那样求你，你可曾放过我？你可曾放过我腹中的孩子？刘青山，拿命来！爹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子枫，你别过来啊！爹，你不是最疼我吗？下面好冷啊，你来陪陪我，好吗？子枫，爹不想死，不想死啊！当初我也不想死啊，刘叔，你还是把我害死了。爹，来吧，我们一家人在下面团聚，好不好？刘青山，不要！血债血偿，拿命来！儿子好冷啊，下来陪我吧。不要！不要杀我！阴阳二气，魑魅离去。李先生，他们来了，语言和子枫他们来了，他们就在这儿，他们要杀了我。他们还在这儿，我能感觉得到，他们还在这儿。在哪儿？他们就在外面，他们在看着我，他们在哪儿？快喝了它！李先生，你法力高深，我求求你行好，赶紧把那2个冤魂给超度了。村长，来，你冷静一下。他们要杀了我呀！事情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装神弄鬼，想要借刀杀人。我从刚刚一进门，就闻到了房间里面有一股异香。异香？什么异香？我为何没有闻到啊？你深陷其中，所以就闻而不觉其味。你所看到的鬼魂，其实是你致幻之后产生的异象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要我看到语言和子枫的鬼魂？没错，我刚才让你喝下的符水，就是为了化解你体内寄存的药物。现在你仔细看看，这四周还能看见他们吗？所以，从头到尾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冤魂索命，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，想要我刘青山的命。所谓冤魂索命，
都是阴阳定数，我所做的也有限。但如果是人为的，那这件事情可就不一样了。我就是把刘家村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这个狗东西找出来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想要害我刘青山。我刚刚去了池子那边，发现池子里的鱼都被毒死了。池子被人下毒了？没错，毒源正是来自于令郎的遗体。你是说我儿子不是自焚，是被人下毒害死，再伪装成自杀的？没错，令郎已经身亡多时，毒素已经随血液遍布全身，最后被人投入池中。这毒素慢慢析出，这才造成了满池鱼虾尽毙的异象。断我刘家香火，如今连我儿子的尸身还要被利用，好歹毒的心思！李先生，您务必要替我老刘家主持公道啊！村长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找到致幻之物的来源，方能顺藤摸瓜，找出真凶。曼陀罗，此花吸收月光，花香含有毒素，能乱人心智，将心里的恐惧放大10倍，直至逼人疯狂。村长，这株曼陀罗花，您是何时栽种的呢？我从未种过这种东西啊，而且我确定前几日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啊。这株花名为曼陀罗花，它的花粉以及花瓣都可以制成使人迷幻致幻的邪物。此花每逢月光照耀就会开花，它的花香会使人迷幻，而且会使人放大恐惧。这么说，这么一株花差点害了我的命。那这株花的出现，就说明刘家村出现的这些事情，并非鬼魂之事，而是彻头彻尾的人为幻视。好啊，好得很！不要让我抓住这个畜生，否则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来祭奠我儿子在天之灵。村长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刘家村谁会与你结下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又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可以布下这环环相扣的杀局？我刘家在此地扎根数代，向来与人为善，在村里更是风评甚佳。否则村里的大小事务啊，都愿意来找我主持公道。我实在想不出谁会与我们刘家有如此深仇大恨。村长，你是否还记得令郎下葬的那天晚上，除了我们，还有谁有机会能对纸人动手脚？王富贵？不可能。于嫣死后，我私下里啊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足够他安稳度日的。更何况王家这些年呐，能在村里安稳度日，靠的也是我庇佑。哎，他有何理由害我？有何能力害我呀？能将棺材里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成二赖子，说明此人对刘家的内外情况极为熟悉，而且还能避开所有人的耳目，出入自由。先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！村长放心，既然知道有人在背后害人，那我一定把这个人拽出来。哎，村长，那又有谁知道王语嫣是因你而死的吗？除了知道语嫣偷情那几个人，别的都不知道。当初为了保住子枫和语嫣的名声，所以才对外宣称语嫣是病死的。如此说来，幕后之人不光知道真相，而且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给王语嫣报仇。那王家以前是干什么的？
王富贵又是干什么的？王家说起来啊，祖上并非本地的，而是外来的。他们在村子里这么些年，始终是单门独户，人丁不旺。单门独户？没错，在村子里啊，就一户姓王的。他们这一家呀，这细细想起来啊，还真是透着些古怪。古怪？这怎么说？听说王家呀，祖上是唱鬼戏的，侍奉的不是活人观众。后来不知招惹了什么祸端，被仇人追杀，最后啊逃到刘家村，在此落地生根，隐姓埋名。那村长，你可听闻这王家可传出什么特殊的能力，或者是手段？这王家一直是靠着祖上戏班子的身份受村子里供养，他们负责村里10年一度的阴山鬼戏，保一方平安。村里也会给他们分一些良田屋舍，衣食无忧。这么多年呐，一直是相安无事，大家也是各取所需。那王语嫣在村中除了令郎，还有亲近之人吗？没有，语嫣性子冷清，若非我把子枫送到王富贵手下当学徒，他俩根本就没什么交集。李先生，我知道你一直怀疑王富贵，可是啊，王富贵那人生性胆小懦弱，他哪有什么胆量去杀人害人呐？知人知面难知心，更何况仇恨会使懦弱的人变成最凶残的刽子手。不过这个人既然想用鬼神之说来害人，那我们不妨就顺水推舟，把他这场鬼戏给唱完。届时谁是看客，谁是戏子，一目了然。李先生，我的身家性命就托付给您了，你看咱们以后该怎么办啊？既然要将计就计，那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做一场安魂法事，告知全村，令郎与王语嫣的魂魄已经被我镇压住，从此刘家村可保安宁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准备法事所需要的东西。记住，阵仗越大越好，这样幕后真凶才会沉不住气，肯定会再次出手。到时候我们守株待兔就可以了。李先生神机妙算，如果这次真能救我性命，我定当厚报。李先生，按您的吩咐都已准备妥当，开坛吧。王富贵怎么没有来啊？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就不过来看热闹了。好。四方游煞，八方晦气，今以指人为引，恭请神明鉴察，涤荡污秽，还吾清明。恭请阴司夜游神暂住法身，聆听明愿，替我刘村主持公道。刘村刘青山，村子不宁，必有根源。现将冤孽始末据实禀报夜游神尊。夜游神大人在上，刘家村刘青山回禀夜游神大人，最近我刘家村怪事频发，先有我儿被厉鬼所命，后有二赖子横死非命，如今养育全村的大池更是余下尽绝，异象频生，还请夜游神大人给我刘家村指一条生路啊！神尊说了，此村冤魂厉鬼侵蚀刘村，此煞不除，刘村鸡犬不留，必有灭顶之灾。请神尊救命，请先生做法。神尊念及刘村世代良善，
根基深厚，才允施展神通，斩妖除魔。谢先生，谢叶游神大人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。3界之内，唯道独尊，体有金光，金光速现，护父之人。乡亲们，恶煞已被夜游神尊镇压于此池之下，大家日后尽可放心。村长，今日入睡，你装作一切正常，务必让他觉得你已经全然放松了警惕。都听你的。来了，好阴毒的谣言。栽赃陷害，搅扰阴阳，我总算抓到你了。若不想惹上命债，就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这人吃的就是阴阳饭，管的更是阴间债，2条人命加满村的惶恐，你让我如何坐视不管？你既然非要找死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费尽这般周折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厉鬼到底生了一副怎样的尊容。好得了和尚，好不了庙。阴阳交替，魑魅离去。万神朝里，十一雷霆，妖鬼丧胆，精怪亡形。来，李先生，那人抓到了吗？没抓到，让他跑了。不过我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。到底是谁？我刘青山在村子里与人为善这么多年，到底是谁想害我？村长，即便我说出来他是谁，你也未必能相信。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不出明日，我就会让这个真凶原形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若非李先生，我这条命早就被人害死了。但凡先生吩咐，我刘青山一定照做。有村长这句话，要抓住幕后真凶，这个事情就成了一半。李先生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既然令郎跟王语嫣死都要在一起，那不如村长你做个成人之美，让他们结个冥婚。先生，您不是说这一切都是人为的诡计吗？既无真鬼，那这冥婚又有何意义呢？可能这世上没有什么冤鬼作祟，但是这活人心中的鬼祟，却比这冤鬼更执拗，更可怕。是我愚钝了。那先生此举的真正意义是？投石问路，攻心为上。我们大张旗鼓地为2人办冥婚，就是要将这根最硬的刺狠狠地扎入这个人的心中。弄这么个冥婚，真的能把这个幕后人引出来吗？一定会的。你要知道，他最恨令郎，他第一个就杀掉令郎。如果我们让王语嫣跟令郎结冥婚，他一定是不允许的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哎呀，村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老王啊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子枫对雨嫣的心意啊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。对对对。如今这俩孩子，我看不如就成全了他们，结个姻亲。一来也了却了他们心愿，二来也希望能平息些怨气，让村子重归安宁。你觉得呢？这村长，您的心意，我替雨嫣那丫头心领了啊。可您也知道，雨嫣那丫头走得不光彩呀，到时候如果弄巧成拙，扰了子枫的清静，你看这。老王，当年的事你我心知肚明，旧账就不必再翻了。是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这门冥婚你应还是不应？应。村长亲自开口，那是看得起我们王家，更是雨嫣丫头的福分，我哪能不识抬举呀？是不是村长？那就这么定了。过2日7时，我会派人来迎雨嫣的灵位过门，你也把家里拾掇拾掇。虽说这是门姻亲，但该有的礼数，该走的过程，一样也不能少，总得像个样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是村长考虑的周全呢。慢走。哼呀呸！一家子道貌岸然的畜生，害了我的女儿，还想让我女儿死了以后不得安宁，去你们刘家当鬼，做梦去吧！刘青山，你欺人太甚！雨嫣丫头，自你爹带你进村以来，我刘家可曾亏待过你们王家？刘青山，你个畜生！我是子枫的未婚妻，你竟然玷污了我！你这样做对得起子枫吗？哼，子枫在省城早就与亲家姑娘订了婚约，那才是门当户对，前程似锦。他早就把你忘了。不可能！让你伺候我，是你的福分。你少蹬鼻子上脸威胁我！你别在这挑拨离间。子枫哥回来，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，我要让他好好看看他的好父亲是怎样一个违反人伦、禽兽不如的败类。我爹从小就教我，做人要狠，更要有体面。若是有人要撕毁我的体面，那就是在要我的命。体面？你说的体面就是玷污你儿子的女人吗？刘青山，你会遭到报应的！够了，王语嫣，不是我不给你活路，是你自己非要往死路上走。刘青山，我的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骨肉，你的野种。你说，等子枫哥回来，我才会管他叫儿子还是弟弟呀？荒唐，真荒唐！雨嫣，你别乱说了。村长，别听他胡说呀。这样吧，我带他离开刘家村，我向你保证，向你起誓，我们走了以后永远不回来。求你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我爹最喜欢的一句话：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要想做人上人，就要把体面二字刻到骨头上。看在我们
王家给刘家村唱几十年鬼戏的份上，求你给雨嫣一条生路吧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我走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爹，别求他，女儿来世还给你记下。村长，我求你了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替他死行不行？放了他，让他把那个孽种给生下来吗？你告诉我，我的体面还要不要了？打掉，我这就把他带走，把孩子打掉。我求你给雨嫣一条活路，我求你了。你下半辈子我刘家养你，今晚这事儿你最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否则我叫你们父女俩去阴曹地府作伴。哼！村长，村长，李先生啊，那些彩礼都已经送到王家了。王富贵什么态度？同意没？他没有找什么别的理由推脱？没有。王富贵看到那些彩礼，眼睛都直了。嗨，我早就说过，他那种人呐，骨子里就是贪婪懦弱，为了钱连女儿都能卖，更何况死后配冥婚呢？难道真是我猜错了？可如果除了王富贵，还有谁会想替王语嫣报仇呢？还特地学了一身武生的拳脚功夫。啊，那咱们村除了王家，还有谁会唱戏吗？没有。10年一度的阴山鬼戏，向来都是他们王家的独门专唱啊。若是村里边还有第二家会的，祖上又何须白白供养他们几代人呢？那王富贵以前是唱什么的？年轻的时候唱的是武生，那一身的拳脚功夫啊，是实打实的真本事。可惜啊，为人太过懦弱无能。村长为何说他懦弱呢？他年轻的时候老婆跟人跑了，哎，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哎，只知道躲在家里边喝闷酒。你说他这种人不是懦弱是什么？既然跟王家已经约定好了，那后续的事情还劳烦村长多上心。雨嫣，孩子，你别怕，咱再等等啊，都快了。爹发誓，等那些罪魁祸首血债血偿后，爹就下去陪你啊。孩子，你4岁那年，你的妈妈抛弃咱爷俩，跟人跑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剩你了。你是爹的命啊！如果有人敢从我身边把你抢走，我就敢抢走他的一切，让他一无所有。子枫啊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子枫啊，好孩子，你吃苦了。雨嫣的在天之灵会记得你的好的。师傅，害死雨嫣的人找到了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是谁害死了雨嫣。是谁？师傅，你快告诉我，我要替雨嫣报仇。子枫，你真的愿意付出一切为雨嫣报仇吗？愿意，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好，
子枫，师傅这就告诉你，是谁害死了王语嫣。老王啊，我跟子枫有话说，你先下去。村长，是。爹，语嫣就是病死的，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。爹，语嫣明明是被人害死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查下去？子枫，有些真相，知道比不知道更痛苦。爹是为你好，不想你被毁了。听话。爹，难道外面传的都是真的？语嫣真的是被你害死的？混账东西！语嫣怎么死的？跟你跟我都没关系啊！爹让你放下，你就给我放下！我怎么放下？刘青山，你为什么要害死语嫣？混账！我是你爹，你还想弑父？富贵叔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他回来了，合葬的纸人就是王语嫣，他回来找我索命了。富贵叔，你给我起来！二赖子，你这样胡说，村长知道了会责罚你的。我没胡说，我亲耳听到了纸人在说话。富贵叔，你是王语嫣的亲爹，你替我向他求求情，求他放过我吧。你知道的，这都是村长逼我的。富贵叔，村长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害死了多少人？对，富贵叔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都是村长的错。富贵叔，求求你向王语嫣求求情，求他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求求你了。富贵叔，要不是你勾结刘青山，我女儿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你既然想解释，就去下面跟王语嫣解释去。哼！来了！村长，您来了。王叔，又见面了。这是曼陀罗的花啊！自从小女去世以后，我便无心打理家中。屋里很乱，让先生见笑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王叔，节哀。好，不过这花的叶子属实罕见，王叔可要谨慎一点，莫要栽了一些害人性命的花。这小子难道什么都知道了？王叔别紧张，我随口说的。起轿，接新娘子回家。
多管闲事。若是坏我大事，下一次躺在棺材里的，呵呵，就是你。李先生，您之前说借冥婚之事引蛇出洞，这蛇可出来了？出来了，而且一直在我们眼前晃悠。谁？王富贵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王富贵那人我太了解了，胆小如鼠，杀只鸡手抖，他哪有那胆量杀人呐？今天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我故意说棺材里放的不会是别人吧？他当时的反应完全是被吓住，由此可判断，当时要换棺材、移花接木之事，必定是他所为。这单凭一个反应就断定他是凶手，李先生，这会不会太过武断了？村长大可不信，也无妨。但是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刻。当初他用曼陀罗花粉来对付我们，现如今我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让他感受一下心神被惑的滋味。不对劲儿，这么安静。柳青山和李丰人呢？爹，你来了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是雨烟吗？孩子，是爹没有本事，爹没用，没有护住你。爹，你收手吧，别再造杀孽了，这都是女儿的命，女儿谁也不愿，只求你放下。不，我放不下。你生前受尽屈辱，你死后，我若不替你讨回公道，我将有何脸面去下面见你？啊，爹，雨燕，你受苦了。爹，阴禅说你造的杀孽太多，我背的因果太多，他们不让我投胎啊！是爹的错，都是爹的错。你生前，爹没有护全你，死后还连累你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不是人。爹，女儿不怪你，可是爹，女儿求您了，别再杀人了，放下仇恨吧，爹。女儿不希望您为了我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，双手永远沾满鲜血。不，我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我闭上眼，全是你惨死的模样。雨燕，你等爹杀死了那个老畜生，爹就下去陪你。下面所有的苦，所有的罪，爹替你扛。不要，爹！王叔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王叔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王富贵，我刘青山待你不薄，要不是我当初力排众议，你们父女俩早就被赶出刘家村，自生自灭了。你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，害死我儿子，现在还想害我！刘青山，
你这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！你不仅害死了我的女儿，连你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！胡说八道！王语嫣是失足落水，哼！念她一个姑娘家人死为大，为了她，也为了给你们王家留最后一丝颜面，才对外说她是病死的。我一片苦心。颜面？呵呵，哈哈！你诬陷语嫣偷汉子，还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活活沉塘，这就是你给王家的颜面。王富贵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刘青山纵有千般罪过，自有法律制裁，但你不应该牵连无辜，枉造杀孽。刘子峰何其无辜，二赖子也罪不至此，他们的性命是不是你亲手所取？李峰，哼，我承认二赖子是我杀的，他伙同刘青山构陷我的女儿，他死有余辜。但刘子峰的死与我无关，害死他的人就是某个老畜生。王富贵，你这条疯狗，少血口喷人！王富贵，人命怎能由你私刑审判？你以为用鬼神之说就可以掩盖罪行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逃不掉了。逃？今天我从来没想到要逃，我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刘青山的心多么的黑，多么的狠！王富贵，把刀放下。李峰，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你给我让开，让我把他杀了，以祭奠我女儿的在天之灵。王富贵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李峰，你助纣为虐，偏帮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可惜，又让他跑了。李先生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没想到王富贵看似懦弱胆小，却藏着如此歹毒的心肠，还连累先生为我奔波涉险，白忙活一场。若非此事牵扯鬼神，让我窥见其中破绽，即便我长居村中，恐怕也会被王富贵所欺骗。此人心机之深，隐忍之久，非常人所及。这条忘恩负义的疯狗，我现在就召集全村的老少，将王语嫣冤死所魂的真相公之于众。既然现在已经知道，所谓的鬼罪，其实就是王富贵用曼陀罗花粉来作祟，那村长日后亦可安心。此件事了，那我明日也该告辞了。先生，不妨多住几日，也好让我表达一下感谢之情。村长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李家世代扎纸匠，不仅扎纸送灵慰藉亡魂，更要辨是非明真理，既不可让冤者沉冤，亦不可令作恶者逍遥。如今真相已明，便是我该离去之时。先生高义，刘家村上下多谢先生。不对啊，昨夜王富贵进灵堂，能瞬间识破曼陀罗迷香，可见其心智之间对药性之熟。他明知是局，可为何却放任自己陷入幻境？李峰，我承认二赖子是我杀的，他勾结刘青山，构陷我的女儿，他死有余辜。但刘子峰的死与我没有关系，害死他的人是某个老畜生。他承认杀二赖子的时候毫不犹豫，却不承认杀了刘子峰。
难道王富贵真的没有说谎？刘子峰不是他杀的，王语嫣也不是失足落水，而是被村长给沉塘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大哥刘青山他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不好，王家人现在葬在哪里？王家人，王家人是外星人，他们没资格葬入我们刘家祖坟，历来他们都是葬在咱们村口后山的乱葬岗，乱葬岗。乱葬岗？对，乱葬岗。立刻带我去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现在王富贵已经把村长带到了王语嫣的坟前。啊！走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回去！大哥，没你事儿，滚！刘青山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长时间吗？自从你把语嫣沉塘以后，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报仇。您冷静点，王富贵，别过来！你再往前走，我当即就杀了他。王富贵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先把村长放了，有什么恩怨我可以解决。你解决？哼！他不仅玷污了我的女儿，还破坏了他的名声，还让人把他活活沉塘。他给过我们活路吗？王富贵，你做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还王语嫣一个公道吗？你这样，我让崇山去把所有村民叫过来，让青山守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当年的真相再说一遍。你看这样如何？好，让他赶紧去，就一炷香。过了一炷香，我见不到村民，我立马杀了他。你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。王富贵，现在乡亲们都已经到了，有什么恩怨，现在说吧。今天当着全村老少的面儿，王语嫣是怎么死的？你给我说明白！说，老王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谁稀罕你的臭钱？我要的，我女儿的清白，你明白吧？你给我说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语嫣，她不是病死的，也不是失足落水淹死的，是被我让人沉塘死的。村长，难道语嫣那丫头偷人也是假的？是我玷污了语嫣的清白，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害怕事情败露，毁了我们刘家的名声和体面。语嫣自始至终都是清白的，她没有偷人。村长，你玷污了王语嫣，然后事情败露之后被你的儿子刘子峰发现，备受打击，精神失常，我没说错吧？子峰知道真相后，他就疯了。别吞吞吐吐，说！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可是，语嫣要是肯听话，拿了钱悄悄走，离开刘家村，我也不至于非要他的命啊！刘青山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想把罪责推脱给死者，你真是无药可救！王富贵，你现在手上已经沾染了人命，你确定要这么执迷不悟下去吗？李峰，你今天就是说破大天，我也得要刘青山的命！王富贵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鬼？这世上若有鬼，语嫣早就把这个老畜生给拉入18层地狱了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王家世代给刘家村唱音戏，你应该最清楚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李家世代只扎将，扎的是人间行，通的是阴阳路。我确实能过阴，能让你跟雨嫣姑娘相见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方法不是靠迷烟幻想，而是以纸为媒，
以魂为引，开启阴阳通道，是真是假，你自有判断。行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。如果我见到雨烟，便不杀他，不然的话，哼，我当即就杀了他。好，王叔，你来到坟前，往前走。香烛为引，照彻幽途，执马成魂，渡而归来，天清地明，法开阴阳。王富贵，摒除杂念，盯紧烛台，这是你跟女儿相见的唯一巧。魂归来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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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魂归来兮。李峰，你骗我！你个混蛋，你个骗子！多谢先生救我性命。于我本心，你应该死在王富贵刀下。一是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但这世间的公道，应该由官府来裁定。你的罪，他的孽，都应该在那儿做个了结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刘家村那桩大案，3条人命，光凶手就有2个，其中一个还是村长呢。就是那个纸扎匠破的案，没想到一个做白事的竟有这等本事。据说那纸扎匠是把死者的魂魄请上来问话，才把凶手一个不落的给全抓住了。世人总将鬼神挂在嘴边，却不知鬼神自在人心。纸扎行的规矩，纸人不点睛，点眼则通灵。人心若不正，鬼神皆成影。